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网友玩抽象，员工老是加班，我可以让他交加班期间的电费和网费吗 ？PS 没有加班工资，因为我不鼓励加班。评论区一堆网友嘻嘻哈哈，称倒反天罡，我笑不出来。你们玩抽象，我老板玩写实，加班做出了业绩，没有加班费不说，老板反而要我向公司交当天的电费。我反手送了他一个老底坐穿套餐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之前开会时明确讲过，要提高工作效率，公司不提倡也不认可任何形式的加班。如果工作没完成，你们可以带回家去做，但请不要在公司加班。万飞白说的就是你。你上周三晚上10点才打卡下班，为什么？周一开早会时，老板王义德点名道姓批评我昨晚没睡好，整个人都是懵的。没听到我的名字时，我都没反应过来说的是什么。王总，我跟你说过，那天我是在给会科做合同，所以才加了一会儿班。王义德，我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你加班就算了，10点打卡是想干嘛？准备之后去申请仲裁，让我给你补加班费吗？我真他妈服了。不过他也不是第一天针对我，加上会科这笔单子成了，我心情好，这一单我至少可以拿6位数的提成，不想跟他计较。王总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妥协道。王义德却不依不饶，你现在说没这个意思，以后谁说得准？为了避免其他人有样学样，今天自己去财务处把昨天的电费交了，算是一个小小的惩罚。今后再有人非工作时间在公司加班，一经发现，当月公司的电费网费全包了，听到了吗？操！王义德这傻逼，我加班是在给公司创造业绩，当众指责我就算了，还他妈让老子出电费，笑死！第一次碰到加班还要到给公司交钱的，真他妈是给熊猫送外卖，损到家了。会科这个单子我跟了2个多月，上周二晚上陪会科的几位领导喝酒，45度的白酒直接对瓶吹，领导们这才松了口。次日在公司等了足足1天，到了周三下班的时间点，会科负责采购的孙总才发消息让我准备合同。一收到消息，我就马不停蹄开始走流程做合同，一直忙到晚上10点。对方回信2个工作日之内签好合同，然后付定金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打卡下班。上周五下班前，会科的合同签好发回来了，本周内就会付10%的定金。王义德这孙子是眼看着合同走完了，觉得高枕无忧，就开始搞事。王总，我给公司创造业绩，你还罚我，这说不过去吧？开完晨会后，我第一时间去了王义德办公室。王义德笑呵呵说：飞白，不是王总非要罚你，而是你知道的，我一贯都不赞同员工加班，这下你加个班出了这么大业绩，不是刺激其他同事吗？要是一个个都来加班，到时候一个个都去告我，我去哪说理去？我耐着性子解释，可是会科这个单子，如果我当天不及时发合同过去，万一对方后悔了，我这1个季度都白干了。这一单要成，你第2天发合同也是一样的。你不想下班，还逼着对方公司的员工也跟着加班，多不懂事。王义德摆明了非要整我，继续说，再说了，你这一单提成这么高，1天电费才多少钱，这都罚不起。行了，赶紧去找财务，我都当着公司众人的面说了，大家认识这么久，你也别让我为难不是？他这是铁了心要弄我，知道我现在不敢轻易辞职，
但也欺人太甚。王义德之所以整我，还是因为我老婆。从王义德这家公司成立没多久，我就跟着他干。前几年我俩关系一直很好，他去哪都把我带上，什么话都跟我说，一度让我以为他是真把我当哥们，即使有公司挖我跳槽，也没心动过。然而去年的年会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去年业绩不错，公司包了个温泉山庄办年会。这个山庄平时收费不低，之前我老婆还跟我提过，想去玩。年会是可以带家属的，我就将老婆带着一起。谁知王义德居然看上了我老婆，喝醉后对她动手动脚，我一怒之下跟他打了起来。事后他跟我道歉，称喝多了认错了人，我也信了他的邪，就当这是个误会。谁知没多久，他就暗示我有个很优质的客户可以给我，是那种距离签约就差临门一脚的，但需要我老婆陪他一晚。我气炸了，当场就跟他翻了脸。我老婆是我大学同学，还是文学院的女神，我追了很久才追到。她怎么敢的？长得跟猪一样，居然敢觊觎我老婆，我都想弄死她了。然而偏偏这时候，我妈查出了尿毒症，需要不少钱医治，老婆就劝我先别辞职，挣钱要紧。这些年我在这家公司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，我是真不舍得跳槽。在老婆的劝说下，我继续在公司做了下去，每天两眼一睁就是挣钱2个字。当然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不敢迟到早退，不敢请1天假，几百块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然而这是在我一次接电话的时候，被公司的同事听到了，没多久就传到了王义德耳朵里。自此他心知我不敢轻易辞职，越来越狗，吃相这么难看，这都能找到由头罚我。多说无益，横竖这次罚款我都躲不掉，但我必须赶紧找下一家了。公司的提成是按季度发放，这个月正好是第2季度结束，下个月10号就要发提成。我这次提成至少有12、13万，拿到手就他妈赶紧换下一家。决定了之后，我也懒得再跟他纠缠，去财务那签了罚款单。接下来几天，我都忙着跳槽和家里的事。我爸走得早，家里就我老婆还有我妈3个人一起住。这天下午，老婆急匆匆给我打电话，说丈母娘摔倒了，必须回去一趟。我一听，立马表示让她赶紧去。我下班了就回去照顾我妈。谁知这天，王义德偏偏在即将下班的时候跑来通知开会。王总，今天的会我得请个假，有点事。王义德很是不耐烦，就你事多，我就说2句话，这点时间你都没有吗？领导最大的谎言之一，就由我简单说2句，一说至少1个小时，而且很有可能一句重点都没有。我信他的鬼，就2句话。王总，我真的有事，我妈生着病，还在医院躺着的，我得去照顾她。此时同事都在办公室，我只能道德绑架他一把。王义德闻言瞪了我一眼，不爽道：既然要照顾你妈，那你还上什么班？辞职算了。我笑笑说：这不是差钱吗？行了，赶紧去吧。王义德竟然难得好说话，就这么同意了。我喜出望外，也没多想，下班时间一到，赶紧打卡溜了。我妈病了有一段时间，一直没匹配到合适的肾源，只能透析治疗，吃了不少罪。好在前几天医院通知我们匹配到了肾源，过几天就可以安排手术。这2天都在医院输液。我本来是想着丈母娘摔了脚，老婆估计要在家照顾他妈一段时间，就做好准备后面几天请假。结果大晚老婆又回来了，说是丈母娘的问题不大，有她爸爸照顾，我妈却离不开人。
正是差钱的时候，也不让我请假，请一次假就得扣全勤500，还有当天的工资。我是部门经理，1个月底薪有6000多，算下来每天200多，请假是得要扣一大笔。我感动不已，只能抓紧时间找好下一份工作，之后慢慢报答我老婆。然而第2天去公司，我又见识了王义德下线的无耻度。万经理，昨天你请假了没开会，算请假半天，要扣半天工资和全勤，这是请假单，你补填一下。人事一早拿着单子来找我，我看着请假单愣了好一会儿。公司规定6点下班，我6点01分打的卡，凭什么扣我工资？人事理所当然道：昨天开会你请假了，怎么不算请假？我真是服了，开会是算加班吗？王义德口口声声说公司不鼓励也不支持加班，不会给加班费，但占着下班时间开会，这不是变相加班吗？人事却说王总说了，开会不算加班，算正常上班。我操他妈的王义德，我加班要罚我钱，我不加班要扣我工资，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我愤怒之下砸了桌面一拳，桌子直接凹下去一小截。人事吓了一跳，连忙丢下请假单，匆匆说了句：你有任何异议可以去找王总，我就是个传话的。对了，赶紧把请假单填了。王总说你不填请假单就算旷工，要扣3倍工资。劳动法可算是被王义德当时吃了。见我生气，平日里跟我关系好的2个组员也不敢上来劝我，一个个跟鹌鹑似的躲在自己工位里。只有我徒弟西西冲上来，看着我欲言又止。正当他要说什么时候，王义德办公室门开了，让我有疑问直接去找他，别在办公室发脾气。我瞪了他2眼，王义德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最后我没去找他，找他也没用。西西被他一下，也赶紧溜回了自己的工位上。我也没将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，直到发工资时，我才明白西西那天是想说什么。我本不想跟王义德对着干，毕竟以后还要在一个圈子里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他以前还是混社会的，万一把他惹毛了，以后针对我，我也不好应付。但照现在他的做法看，即使我不跟他对着干，他也不可能放过我。既然这样，还怕他个鬼？有了计划之后，我就开始整理收集资料，同时也准备先小小回击他一下。他针对我就算了，惦记我老婆这事，我相信任何一个男人都忍不下这口气。要不是为了挣点仨瓜俩枣，我哪能忍到现在？既然要辞职了，那这账也该算了。王义德好色，以前陪他出去谈业务时，他没少背着他老婆偷吃。公司里也有女同事受到过他言语上的骚扰，至于私底下有没有发生点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刚刚那个人事就没少跟王义德眉来眼去，不过这些证据都不好收集，想来想去，我只能实名举报。发工资这天早上，我给他老婆发了条消息：嫂子，我是王义德的员工万飞白，咱俩之前见过的。王义德骚扰我老婆，想让我老婆陪他睡觉，我不同意就给我穿小鞋，实在逼得我干不下去，准备离职了。不过离职之前，这些事必须跟你说一下。我以前陪王总出去应酬时，他没少去点小姐，公司里也有不少女同事被他骚扰。我之前跟王义德关系很好，他老婆私底下给我联系方式，让我看着点王义德，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，就跟他打报告，不会亏了我。但我从来没有跟他联系过。他老婆吨位比王义德还大，这消息发出去，估计今晚回家有他吃一壶的。现在就等着工资到账，
一到账我就去辞职，新的工作我也联系好了，我妈明天就可以做手术，等她出院我就去报道，简直完美。然而我知道王义德缺德，没想到他竟然能缺德到如此地步。10号这天下午，临近下班前，工资终于到账了。我们公司是没有工资条这一说的，如果觉得工资不对，可以去找财务核对，但财务并不会提前把工资条发给所有人看，而且薪资保密，所有人不得透露自己的工资。财务算错工资的情况很少，基本上跟大家算出来的大差不差，因此大家都默许了这种方式。王义德就是仗着我提前不知道自己的工资，跟我玩了一出声东击西。这次发的1个月底薪加1季度提成，居然比我自己算出来的少了整整10万，相当于会科那个单子我整个白做。我当然不认，当场找到财务，财务很是不耐烦。之前开会的时候说了的，你自己没去问会议内容吗？会议内容，王义德开会10有89都只会吹嘘自己的往事，哪有什么重点内容？更何况那次开会之后，把我全勤给弄没了。我气这事还气不过，只想着离职的事，谁还会去关心什么会议内容？财务指着行政办公室后墙公告栏角落上的文件，你自己看，上面明确说了，非工作时间成交的业绩算作公司整体业绩，不单独提个人提成。若有异议，1周内找王总沟通，否则视为默认此条例。你自己不去找王总，这怪得了谁？我们公司确实有整体业绩提成这一说，比如提前离职、业绩充公，提成就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。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，而且业绩也不会太多，大家都没当回事。而我这次的业绩多，公司总共加起来也不过30-40人，平摊下来每个人都能分几千块，加上王义德肯定或多或少言语警告了部门同事，这样一来，谁还会提醒我？扣我全勤一事不过是障眼法，吸引我注意力的，真正的招数却在后头。难怪那天那么轻易就同意了我请假，竟然早就给我设了陷阱，就等着我往里钻。这么看来，那天很有可能就是提前知道了我急着回去，所以才临时通知了开会。凭什么？老子辛辛苦苦跟了2个多月的单子，凭什么你王义德一句话说不算就不算了？王义德，干你老母！老子整不死你，我就不姓万！就在我怒气冲冲往他办公室去时，公司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哄闹声：“你个臭婊子，敢勾引我老公，给老娘滚进来！”老板娘，你这是？王义德呢？王义德在哪？你他妈穿成这样，是不是也准备勾引王义德？是不是还有你？前台立马说道：“我没有。”老板娘，王义德老婆刘兰。我一怔，他老婆居然这时候来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然而紧接着我便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你放开我！你老公长得跟猪一样，谁他妈会勾引他？是我老婆。”什么情况？我赶紧冲了出去，正好与他们撞了个正着。刘兰长得人高马大，1.78米的个子，近200斤的体重。我老婆在他手里就跟一只小鸡仔一样，头皮瞬间一麻。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为什么会把我老婆给牵扯进来。万飞白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！老婆揪着自己的头发，狼狈至极。吼完我之后，不由得哭了，我气得发抖。刘兰，你怎么敢的？我没再多想，立马冲了上前，拽着他薅着我老婆头发的手，一脚踹到了她肚子上。我不打女人，但他若是敢打我女人，那在我眼中就是个畜生。见他松开了我老婆，
我也赶紧松开手，转身去抱我老婆。刘兰因重心失控，整个人往后踉跄了2步，摔了下去，愤怒地尖叫出声。老婆捂着自己的头皮，哭着骂了我一句：“万飞白，你是猪吗？”我自责不已，本以为用我自己的事能增加告密的真实性，没想到刘兰居然会找上我老婆。她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连连道歉。老婆边哭边道：“她跑来医院，到处说我勾引她老公，把妈气晕过去了，扯着我头发就把我拉来了。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医院的，估计也跟王义德脱不了干系。他不跟他老婆说这些，他是如何知道我妈生病了的？我妈本就生着病。”我气到发抖。他还是个人吗？刘兰爬了起来，指着我道：“万飞白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们家老王对你不差吧？你就这么管你老婆的？管你妈！”我怒道：“你傻逼吗？是王义德骚扰我老婆，你不去问你男人，跑来欺负我老婆，你想死吗？”王义德不知何时急匆匆走了出来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老婆不发骚勾引我，我他妈会多看她一眼。”刘兰一听，气焰更是嚣张，就是长得跟他妈狐狸精一样，一股骚味，还怪我家老王骚扰她。王义德怎么不骚扰别人，就骚扰她？就是他自己犯贱。我目瞪口呆，简直服了。亏她还是个女人，现在看来真是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。老婆立即反驳道：“我没有，你老公丑得跟癞蛤蟆似的，除了你没人看得上，我又不眼瞎。呵，谁知道你怎么想？你男人不顶用呗，就喜欢别人的男人。”刘兰讥讽道。我再也忍不了了，不顾老婆的阻拦，直接上前就是一个大逼斗。你这贱人，嘴巴放干净点！刘兰捂着脸，难以置信瞪着我：“你敢打我？看什么看？老子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？还不是因为你嘴贱！”刘兰倏地看向王义德：“你老婆被人打了，你他妈站着当门神吗？”王义德这些年沉迷女色，早就掏空了身子，看着肉多体型壮，但虚得很，根本不敢跟我对上，只象征性拦了我一下：“万飞白，够了，你再动手，我报警了！”我冷笑着瞥了他一眼，下一瞬一拳砸到了他脸上：“报，马上报！你不报你他妈就是孙子！老子还没开始跟他算账，还敢来招惹我，辱我老婆，扣我工资，气晕我妈，真他妈给他们脸了！真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王义德不就是仗着我急需用钱，如果走劳动仲裁，即使判了我赢，拿到钱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何时了，故意整我，就想我服输，然后他就可以得到我老婆了。去他妈的！万飞白，我他妈弄死你！”王义德被我这一拳砸出了火气，随手抓着前台桌面上的瓷器摆件砸了过来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拦着？我是个体育生，长得比王义德高，肌肉比他多，力气比他大，论打架我就没服过谁。他心知打不过我，只敢让别人帮忙，但我现在想弄死他的心都有了，谁还敢上来触这眉头？我活动了一下手指关节，正面与王义德手中的瓷器对上，一拳将其击飞。王义德见状，被吓得脸色一白，忙不迭看向其他人：“谁帮我拦着他？他这次的提成全分给他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”为了10万，我恨不得弄死王义德，也自然有人为了10万赶上来跟我硬碰硬，而来的居然是平日里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属下张强。万经理，王总有钱有势，你跟他对上没有好处，你家正是差钱的时候，你现在把他打了，没准还得赔钱。冷静点，别冲动。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，但我就是忍不下这口气，
更何况我看向他，张强，我平时对你不薄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张强拦着我，离我很近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到时候把钱拿到，我分你一半，先把钱拿到手才算数。”看样子，王义德心知我肯定要为这10万找他算账，还没有先分出去。不过，本就是我的钱，怎么成了他口中的分我一半了？我冷声道：“滚开，吃里扒外的狗！”张强脸色不太好看。万经理，我可是为你着想，不然你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说让你滚，没听到吗？话刚出口，我正要动手，刘兰居然趁我不注意，又动手打我老婆。你这贱人，让你勾引我老公，老娘打不死你！我没有。老婆跟他扭打起来，但明显处于下风。我顾不上王义德，赶紧走了过去。刘兰死死地将我老婆压在地上，坐在她身上扯她头发。其他同事一个个避之不及，都被她吨位吓到，没人敢上去拉架。我看着老婆最珍惜的头发一根根落在地上，看着她满脸都是泪水，简直心如刀割。回过神来之后，我已经揪着刘兰的头发将她扯了起来。刘兰体重大，我却把她活生生提了起来，可想而知我用了多大的力。她头皮应该是松了，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但我丝毫没有松手。我无法想象，老婆被他从医院住院楼拉到路边，忍受了多少的冷眼，受了多少的苦。他这才算得了什么？见刘兰被我拖着往外走，地面已经有了血迹，其余人终于有了良心，纷纷上来帮忙。但公司女多男少，女生不敢来，仅有的几个男生也不是我对手。不过到底双拳难敌4手，不扯着刘兰打他们几个完全没问题，但拉扯着刘兰还要应付几人的拉架，更何况我这人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些人跟我没深仇大恨，我也下不去死手。踹了刘兰几脚后，我就被他们几人合力拉住了。所有人七嘴八舌劝着我，刘兰再也骂不出来，一个劲抱着自己的头干嚎。我愤怒地挣扎着，还想过去狠狠揍他几下，要把我老婆受到的所有侮辱全部报复回去。就在这时，老婆突然冲了出来：“万飞白，别打了，妈自杀了！”头脑瞬间一片空白，我恍惚听不明白这几个字。我妈明明在医院，明天就有肾可以换了，她还答应我好起来给我们夫妻俩带孩子，怎么会自杀呢？对，是她，一定是她。她不去医院闹这一出，我妈就不会受刺激。她不受刺激，肯定走不到这一步。我错了，我就不该异想天开，以为跟她说了，她就会找王义德麻烦。他们是夫妻俩，就是同一种人。是我害了我妈，我还连累我老婆跟着我受委屈。这些年嫁给我之后，就没过什么好日子，得照顾我妈，得替家里省着钱。今天还被这个贱人这么欺负，他明明值得过更好的生活。王义德、刘兰，你们都去死吧！砰！一声巨响传来，瓷片散落一地。我看到我老婆一脸惊恐地捂着嘴，不知看到了什么，刺痛自脑后传来。我恍惚了一瞬，才反应过来，我被偷袭了。王义德这个傻逼，居然趁我不注意，拿花瓶砸我头脑。拦着我的几人也被这变故吓了一跳，手上的劲一松，正好方便我挣开他们的控制。我晃了晃，忍着恶心和疼痛，缓缓蹲下去，捡起一块瓷片。刘兰正双手捂着自己的头发，离我极近，我趁机抓起她的胳膊，滑了上去。鲜血伴随着她的尖叫声溢了出来：“让你他妈的打我老婆！”其余人反应过来，想继续来阻拦我，不想死的都来。我起身，手持瓷片，发狠地望着他们。他们是爱钱，但可不想为了钱拼命。
王义德估计刚以为偷袭成功，洋洋自得，结果下一瞬发现我真的想杀了他们，终于感到了后怕。你别过来，万飞白，你这是犯法的，你想坐牢吗？我一步步朝他走过去，如同看着一个死人。犯法？坐牢？我讥讽道。你克扣我工资时，没想过犯法；你性骚扰我老婆时，没想过犯法；你老婆打我老婆时，没想过会坐牢。不是他去刺激我妈，我妈怎么会晕倒？怎么会自杀？你们害死我妈，欺辱我妻子，现在跟我说犯法。王义德吓得连连后退。我妈如果死了，你们也都别活了。老婆被我的疯狂吓得不轻。老公，你冷静点，别这样。见他要过来，我倏地加快速度，朝王义德追去。王义德屁滚尿流往办公室跑去，但他这两腿发软的样子，哪里跑得过我？很快，还没到办公室门口，他就被我逮到了，没费什么力气就将瓷片架在了他脖子上。我心知警察应该快到了，刚刚一定有人趁乱报了警，所以将瓷片换成了他办公室内的小刀，威胁着王义德去了顶楼，将他逼到了天台上。同事们和老婆都围了上来，一个个劝着我别做傻事。他们都以为我是要杀了他，但我并不是要杀了他。我妈自杀了，算下来时间点应该是在医院自杀的，希望能及时抢救。虽然我是很想杀了这两人，但为了他俩这种人渣，赔了自己后半辈子不值得。我妈还等着我陪她做手术，我老婆还没跟我过上好日子，我可没这么傻。只不过我本来不想用这么激进的方式，一切都是他们夫妻俩逼我的。王义德被我逼着爬上了天台后，吓得尿都流了出来。我趁他双腿发软之际，迅速拿出手机开了直播。我是学体育的，大学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的老师，不过因工资太低，后来就辞职。业余时间喜欢打游戏，曾经还幻想过自己能当个游戏主播，去申请认证了直播间。后来因不是吃这碗饭的料，并不红，就出来干起了销售。但我这人重感情，直播间有不少一直看我直播的粉丝，虽然不多，但因为有他们在，偶尔休息时我也会继续直播。没了一开始非常想红的心思后，直播间反倒看的人比以往还多。本来我是想匿名举报王义德，不通过这么激进的方式，但泥人还有3分火气，他们夫妻俩简直不把我们当人，那我也不需要跟他们客气。这一次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跟他们刚到底。开播后，镜头正对着王义德，可以看到他正站在几10楼高的天台上，稍有不慎就会摔下去。没一会儿，直播间的人数就开始不断上涨。这时我才开口：各位直播间的网友，我是主播万元户，真名万飞白，身份证号20240817XXXC。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老板王义德，是义德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，公司法人为陈大柱，两人关系尚不明确。陈大柱并非我公司员工，在我身后站着的有他老婆刘兰，为公司实际控股人。王义德看上了我老婆，多次给我穿小鞋，无故克扣我10万提成。我妈得了尿毒症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他这是拿我妈的命要挟我，想玷污我妻子。王义德傻眼，回过神后立马遮挡着自己的脸。万飞白，你冷静一点，有什么事我们私底下好商量，你把直播关了。我好心劝道，王总小心点，一会儿你自己摔下去了，可就怨不了我了。说着，见他不敢乱动了，我继续道，我今天犯了一件错事，我不该将这件事告诉他老婆刘兰。本以为她同为女人，
一定能理解我们的苦楚，可以伸出援手。然而他却不分是非，认定是我老婆勾引她老公，她老公是无辜的，对我老婆进行荡妇羞辱，还将她从医院拐来了办公室。我老婆身上的伤以及医院的监控都能证明这事。刘兰大声在我身后吼道：“你乱说什么？就是你老婆勾引我老公，我那一刀并不致命，只是给她一个教训。但她现在这行为，我却不得不怀疑，她巴不得她老公去死，这时候还敢刺激我。”王义德也明白过来，回头怒吼了一声：“你个贱人，闭嘴！”直播间的网友越来越多，热度呈指数上涨，不少圣人开始发表言论，说这么点事不至于这么对王义德。我没搭理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最终目的。继续道：“为了保护我老婆，我反击了对我老婆施暴的刘兰，随后遭到王义德袭击，用花瓶砸了我后脑勺。为了能彻底控制住局面，我用瓷片和小刀威胁了他们夫妇俩，将王义德带到了天台上。而现在，接下来才是我要说的重点。就在此时，警方到了，一个个如临大敌看着我，让我赶紧把王义德放下来。我配合地放下小刀，拽了王义德一把，把他放了下来。王义德连滚带爬，赶紧离开，嘴里叫嚣着：“赶紧把他抓起来，他要杀了我！”就在此时，在众人面前，我却转身一跃，自己爬了上去。“老公，你干什么？”老婆吓得不轻，想冲上来，我连忙制止她：“别过来，让我把话说完。”说着，我面向警察，镜头正对着自己，坐在天台上。我承认我确实用刀威胁了他，但我并没有想杀他，只是出于自保。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被他知道了，他应该会想杀了我。王义德叫嚣的声音停了下来，突然明白过来什么，我大声说道：“我亦非白，今天要实名举报。第一件事，王义德、刘兰夫妇在10年前化名为刘德和王霞，通过非法集资谋取3000多万的暴利。第二件事，王义德、刘兰夫妇多次通过行贿、栽赃等手段不正当竞争。第三件事，义德商贸有限公司偷税漏税，每年实际盈利额与所交税款完全不符，每位入职员工不到半年不购买社保，且全是买的最低基数，存在虚假上报员工工资的事实，以此偷税漏税。以上所说每件事皆为事实，证据就在我手机里，恳请相关部门务必严查。话音一落，我看了一眼直播间，实时在线人数已经到了上千万，弹幕更是一个个发表着力挺我的言论。在众网友的关切下，我关掉直播，跳到地面，一步步走向警方。王义德在料到我要说什么之后，就想跑，但被警方眼疾手快拦了下来。随后知道跑不了，就负隅顽抗，大声嚷嚷着我是因为他扣了我的钱，诬陷他报复他。我确实是报复他，原本我是没想引起这么大的热度的，只准备偷偷举报。至于举报的结果是什么，就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。是他们夫妻俩做了有钱人太久，就忘记了自己是怎么爬起来的，不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偷偷摸摸的，反倒大摇大摆，自以为高人一等，无视我等穷人的尊严和性命。否则我又怎么至于跟他们拼到如此地步？而我之所以知道这么多，就是因为王义德自己喝多了，跟我吹牛说漏了嘴。当时我留了个心眼，担心他醒了之后要把我灭口，就偷偷录了音。事后他问起我来，我就装喝断片了。他观察了我很久，我都没露馅，估计早把这件事忘了。
后来我去查过10年前非法集资的新闻，确实找到跟他描述一模一样的事件，断定他确实胆大包天做了这些事。早些年，王义德对我不薄，我做事也卖力，给公司带来了不少业绩。那时候我是想过把这秘密埋在肚子里一辈子的，因为我担心他这种违法乱纪的人会对我报复。但现在我就是脱层皮，也得让这2个人渣受到应有的制裁。无视掉王义德想要杀掉我的眼神，我一步步走向警方，请求让我跟老婆说2句话。警方同意了，我走到老婆身边，替她擦了擦脸上的泪水。别怕，我妈呢？你帮我多盯着点，应该在医院能抢救过来的。如果……老婆连忙道：别说了，妈会没事的，你也会没事的。我笑着安抚地拍了拍她。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在老婆压抑的哭声中，警方带走了我们以及王义德、刘兰还有整个公司的目击证人。我直播实名举报王义德夫妇2人这事，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网友的热议是把双刃剑，心思不正之人利用必将反噬，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所言句句属实。网友的关注度就是给我的助力。王义德、刘兰2人虽然有钱，但本身的根基并不深厚，2口子都是从底层走歪门邪道爬起来的，出事后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帮他们去捂网友的嘴。没多久，警方就调查清了所有的事情。这3000万的集资款本就是他们一直未结的案子，我这举报可谓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当年他们夫妇2人是在其他省犯的案，后来辗转换了很多地方，换了不少身份，才逃到了A市起家。一次跨省合作调查，很快就水落石出，就这一个案子就够他俩7年以上了，更何况还有行贿和偷税漏税，2人喜提牢底坐穿，家产全部充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那10万给我补回来了，公司其他员工除了财务外，工资也全部照发，财务因涉嫌做假账被逮了进去。我与他俩互殴的事，最后被定性为正当防卫。他们夫妻俩先欺辱我老婆在先，警方让我们私下调解，不予立案。不过我妈还是走了。刘兰冲进医院，当着众人的面大骂我老婆是骚货勾引她老公，连带着我妈也一起挨了骂。她受了刺激，当场晕了过去。老婆被刘兰带走后，她没多久就醒了，制止了医院工作人员通知我们，说是不想给我们添麻烦。没多久，却自己在房间里将医生开的药一口气全吞了。虽然催吐及时，但也受了不少的罪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跟我老婆聊天时被他偷听到了。早就知道王义德做的事，老婆劝我家里要用钱让我忍忍，我妈就以为是他拖累了我。这件事一直埋在他心里，我只知道他不想换肾，并不知道原因。是我答应他换了肾，我俩就努力给他生个小孩，他才勉强同意了。刘兰这一闹，他不想我们俩再受委屈，所以才一时想差了。事后我好不容易才劝他继续做手术，但手术却失败了，出现了一系列并发症。或许我听他的不换肾只透析，他没准还能活得更久。但世上没有什么事是预料得到的，就比如果早知道会有后续这一系列事，我早一点举报他们夫妻俩，或许我老婆不会被骚扰，我妈不会被刺激，可能就不会出现肾移植失败。明知道面前是深渊，我不提醒他人，还试图靠着深渊挣钱，就注定要被深渊反噬。只希望如果有来世，我妈能过得轻松幸福，
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